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people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Lord, my weak thought in vain would climb to reach the starry vault profound. In vain would wing her flight sublime to find creation's utmost bound. But weaker yet that thought must prove to search thy great eternal plan. Thy sovereign counsels born of love, long ages ere the world began. Be this my joy that evermore thou rulest all things at thy will. Thy sovereign wisdom I adore, and calmly, sweetly trust thee still. When my dim reason would demand why that or this thou dost ordain, by some vast deep I seem to stand, whose secrets I must ask in vain. When doubts disturb my troubled breast, and all is dark as night to me, here as on solid rock I rest, but so it seemeth right to thee. Be this my joy that evermore thou rulest all things at thy will. Thy sovereign wisdom I adore, and calmly, sweetly trust thee still. Be this my joy that evermore thou rulest all things at thy will. Thy sovereign wisdom I adore, and calmly, sweetly trust thee still.
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空中查经诗与诗的碰撞。我叫郑怀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49篇，挪威的森林。请听神的话语。可拉的后裔教育民长万民呀，你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的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给别人，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要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求。只有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希拉，见人发财、家世尊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立己，人必夸奖你，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读经就到这。不知道大家对美国梦这个概念有多熟悉？我分享一下美国梦。在2000年偷渡来美国的时候，我到处打工，走过很多地方，差不多美东13州都走遍了。有一天坐在巴士上，突然间有一个做银行的职员的人坐在我旁边，他莫名其妙问我：你工作怎么样啊？辛苦吗？我说：哎呀，打餐馆没日没夜的，很辛苦啊，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他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朋友，在美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国梦。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什么叫美国梦。我来美国的初衷，在经历过餐馆的风风雨雨之后，我特别幻想，就是从2000年到08年这一个时段，我特别幻想08年能够回中国，赚到足够的钱，再也不来这个国家了。我想这就是我的美国梦，因为我想看一次奥运会，可是08年如山崩地裂一样，我得了抑郁症，得了精神分裂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也许我的美国梦就在08年那个时候崩溃了，但谁都不知道。
原来美国梦是那么的难，就如同挪威的森林一样啊，像伍佰唱的，我们心中的森林应该是那么好，那么美好，是吧？那里有寂静的湖面啊，是一个人间天堂的乌托邦啊，等等啊。伍佰注释的挪威的森林，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美国梦，那是很美好的。我们打拼参观几年，然后我们攒够了钱，成家立业，过着幸福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生活就这么简单吗？不是的。伍佰的美国梦，那是想象中的乌托邦，那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森林吗？你有美国梦吗？好吧，那我们顺着经文的脉络，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可拉后裔的诗教育民长，万民啊，你们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神国是有超越性的，它是关乎万民的，不单单只是犹太人，更有地级的人民，异教的人民，他们都要听这话。听什么话？世上的一切居民都要听，无论各个阶层，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要听，都要听这个有关于人类的箴言。而且呢，怎么样？要留心听，要认真听。这个可拉的后裔，这个诗人要告诉我们人生什么样的箴言呢？好，我们接下去看第3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口说智慧，口里要说智慧的话，劝勉人的话。这是诗人立定心志要告诉我们智慧的言语。而且呢，他不但口里说，心里想，正如我们信耶稣一样，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思想耶稣的恩惠，他的慈爱，他的救恩啊！而且呢，要听比喻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所用的很多讲道都是用比喻，比如说芥菜种啊，比如说三分啊，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各种各样的比喻，我们要听这个耶稣的比喻，要听这个智慧的话，我们要想，要口里承认，要心里相信，要听，而且用音乐来得到灵感啊！等一下我会用这个音乐得到的灵感，再告诉大家后记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挪威的森林。好，我们接下去看，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患难中不要害怕，奸恶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主，他在那里掌权作王，他给我们的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他最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啊！富有人的依靠，他是依仗什么财货，自夸自己的钱。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是神。所以5节跟6节，他们是一个对立面啊，一个是没有依靠，一个是有依靠。他依靠的东西却是空的，他依靠的东西却是真正存在的。因为富有的对立面就是贫穷，所以我们贫穷不要害怕，我们患难不要害怕，我们有恶随着我们，我们也不要害怕。好，我们接下去看第7节和第8节。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
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钱不能属自己的朋友啊！我们在世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荣华富贵，可是死后我们有一个交账，那个是用钱赎不回来的，那个赎价是很高的，只有人子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赎回人的生命，我们只有依靠他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那是不是基督教教导我们不要有钱，不要尊贵呢？不是的啊！我们看到最后一节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接下去看第8、第9、第10，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属他的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的财货留给别人，赎回生命的代价极高，只好放弃。人都有一死，死了去哪里呢？只有2条路，一个是上天堂，一个是下地狱。一个是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上天堂的人就靠着耶稣基督一同的上天堂啊，一个是下地狱，那些不依靠耶稣、不信这个独一主宰的人，他就要下地狱。我们看11、12节，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再有财富的人也不能把钱带走，对吧？我想把钱留给子孙后代，像《红楼梦》里面唱的那样到头来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裳，对吧？人的生命很短暂的，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果你长寿活到100多岁，也是很短的。我们就像畜类一样，我们都有面对死亡的一天。这些的家事，你要为它命名某某基金、某某公司，可是你不能把它带走，等你死后1分都带不走。好，我们接下去看13、14节，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世人都随世界追求财富，难道不是吗？我们很多人偷渡来美国，不就为了钱吗？对吧？冒着生命危险，整天没日没夜的干，不就是我们的美国梦吗？开餐馆，生儿养女，在这个国家生根发芽，对吧？他还要别人佩服这种美国梦，这种奴役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会被世间的王带到阴间去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这个世界，所以世界的王会把他下到地狱的。如果你不信神，他们的下场只有地狱死亡要做他的牧者这里有说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为什么说到了早晨呢？因为他们所进的世间是黑暗的阴间，黑暗的地狱。早晨那指的是正直人，指的是我们的主，他要管辖他们，要审判他们，让他们永远的沉沦，永远的落在地狱里面。好，我们接下去看15、16，只有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我们信仰的应许是神必拯救我们世人的荣华不是我们能活的目的我们有了这个应许，有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可靠的应许，这才是
真正的能流到永恒的，因为这个应许是可靠的。God's promise， 神对我们所有的应许都是可靠的、可信的，他必脱离我们带领我们脱离阴间的权柄。我们不要和别人追求的目的做比较见别人发财了，见别人开店了，见别人怎么样了，我们要和他比，不要比这个。你可以发财，你可以有钱，但是这不是你活的目的。你活的目的是荣耀神，相信神，依靠神，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富足相信，贫穷相信，无时无刻的不再相信我们这位可靠的耶稣基督。17、18，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立己，能必夸奖你，因为死后什么也带不走，就像我上面说的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是空空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就像嬉皮士唱的那个挪威的森林，到了白天醒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了，那个女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我们等下会讲，活着的世界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可靠的信仰，可靠的福音19、20，他必归到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能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那必有一死，都要归到土里面都要归到祖宗里面，因为我们本来之土也要归土，这是创世纪说的我们都要死不能见光。但是呢，当我们在尊贵中活着的时候，若是饱足的时候，我们醒悟了，我们一切为神活，我们富裕为神活，我们贫穷为神活，所以我们的圣经不反对人富贵就像我回应刚才说的经节，是不是这些追求这个世界就不对了？也不是完全的不对。当我们从神的角度，从他的十字架福音本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原则来活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富有我常说了，亚伯拉罕很富有大卫很富有是吧？所以圣经不反对富贵。我们看有约瑟，他把田地给耶稣做坟墓，他也很富有对吧？尼哥底母他是个官后来也悔改了，他也很富有对吧？但是呢，信仰也不是让我们富贵的目标比如说成功神学，你信耶稣你就饱足，你就发财，这种神学是错的。但我们可以追求生活，我们可以有钱，但怎么运用钱我们怎么样管理钱？我们怎么样不追求钱，而是追求神的同时，让神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富有。也许你很贫穷但不代表神不爱你，是吗？好了，今天的经文分享就到这，我们来听，下面是诗歌分享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是英文的歌。
一个人遇到一个姑娘啊，然后这个姑娘请他到家里给他喝酒啊，跟他谈了一个晚上，然后呢，这个男的呢，在那边屋子里面没有椅子，这个男呢就选择了去这个浴室里面睡觉，然后等他醒来以后，什么都没有，那个鸟已经飞走了，女孩子不见了啊，这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有一种爱情的火花就要迸发了，我们不知道，不明白女人的心意，所以就失去了这种肉体情与爱的交流。当然这不符合圣经啊，我们说结婚以后才能有性行为，不过这披头士讲的是这种青春的时候一种对爱情懵懂不觉的东西啊。到了80年代啊，日本最出名的作家叫村上春树啊，他在去柏林的驾着747航班客机去柏林的路上听到这首歌，然后呢就把它写下来，写成了一篇长篇的小说啊。说中有很多的切入点，有很多的想法，有人说是情爱故事啊，有人说这个是写实主义小说啊，怎么都好。但是呢，我想用一个存在主义这个哲学来作为这本小说的切入点。当他看到了这个音乐的时候，就勾画出很多的人物。有的人说这是村上春树的自我告白啊，有点像自传，把自己心中的那种东西给诠释在这本书上。但是呢，我更觉得那是一个存在主义。一个少年青年的时候就面对了死亡，还有这个感情的纠结啊。到了后来很多读者就很喜欢去问渡边谦到底是喜欢直子还是绿子。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直子和绿子个别代表了两种感情世界的升华，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存在，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存在。因为直子他在疗养院里面他所有的世界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好像是寂静的世界，跟这个繁华的都市根本扯不上边。人都有一种情感内心的这种乌托邦，也就是诗篇第49篇说的，人都有一个追求的东西，荣华富贵所依靠的东西情感的世界往往是超现实的是乌托邦的所以呢这个绿子就代表着这个现实的大都会的世界。所以呢，后来呢就跟绿子结婚了，直子就自杀了，因为这种东西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头脑里面想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种爱，恰恰是直子和渡边的爱，因为那种东西是超然的，没有办法用理性所能思想的。而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存在，不是都市繁华的那种现实主义的存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与我们这位主的存在是情感的，是浪漫的，是远离城市的繁华噪音，带到一种寂静的疗养院里面这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升华的境界。所以莎士比亚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活着还是死去，那是一个问题。运用到存在主义哲学，有人就说存在或者不存在，那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村上春树
它其实就是在注视这个存在主义，存在还是不存在？到底哪一种感情是最真实的、最完美的、最无瑕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的。理想，他自杀了；现实的，他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也许是人类的那种爱。而我们基督徒的生灵，也许就是追求渡边和直子的那种爱，那是超然的，那是感性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完全只是理性，也有感性。所以让我们把直子和绿子两个综合起来，让我们的这个主人公渡边更加升华他的感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完美的爱情，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的诗与诗分享就到这。主啊，感谢你又赐给孩子一次机会来分享，虽然分享的不好，但孩子每一次都在尽力。主啊，你就带领孩子在前一段时间忧郁的阴影终于走出来的时候，孩子想到挪威的森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森林，而这个森林不单单只是理想的，不单单只是感性的认识，更有理性的，因为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不可能放弃一切去追求一种感性的生活，那种生活虽然好，但是不现实。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富足当中不忘记你，在贫穷当中不忘记你，在顺境逆境当中都不忘记你。当我们遇到你的时候，就像嬉皮里面主人翁看到你的时候，不要放弃，永远的抓住，要和你永远的在一起。如此的祷告不配，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人名求，阿们。我们诗一些碰撞就到这。